亲子关系合同制全面推广，父母和子女如果不愿续约，可随意换绑其他人。我们家条件不好，为了照顾爸妈，我年年都续约。直到某天，我无意间刷到弟弟去看28000一场的演唱会，我纳闷，我们俩每个月生活费才500块，他哪来这么多钱看演唱会？弟弟的同学大吃一惊，怎么可能？你弟每个月生活费有1万多呢。我试探着让父母多给我300块钱生活费，我妈直接炸了。我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一点都不替你弟考虑，你赶紧把今年的奖学金给我。我打电话给工作人员，你好，亲子约不用续了，帮我换个爸妈吧。刷小红书时刷到一个帖子，卧槽，终于抢到那场前排了，女神好漂亮，现场真是太震撼了。我对这种帖子不感兴趣，刚准备退出去，突然注意到和铁主合照的那个男生，他手上戴着一块表，我手指一顿，怎么会这么巧？上个月我刚给我弟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，不过我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。我从评论区得知，这场演唱会门票要28000多块钱，我们家并不富裕，我和弟弟的生活费都只有500块钱，就连我这次放假回家，只剩下无座和软卧票。为了省钱，我硬生生在火车上站了9个多小时。我退出小红书，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妈，我还有半小时就到站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我妈那边听起来吵吵嚷嚷，她的声音有些发闷。你不是10号的票吗？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我心情雀跃，哈哈，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我妈支支吾吾。我和你爸最近不在家，你自己先在外面凑合几天吧。我问我弟呢？我记得他昨天就该回来了。我妈说你弟这几天有事，家里没人。我有点失落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先回去。来到家门口，我才发现换了新的密码锁，我头都大了，只能又给我妈打电话。家里什么时候换锁了？你们也不告诉我一声。我妈的语气特别差。都说了让你在外面住，你非要回来干什么？我莫名其妙。我有家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密码是多少？家里刚装修过，你万一把家具碰坏了怎么办？你先出去住，等我们回来再说。我心里不太舒服。外面酒店这么贵，我手里的钱不够用。我妈的声音瞬间提高了8度。我每个月不都给你500块钱吗？怎么你弟弟还能存钱，你就不行？你是去读书还是去寻欢作乐？不想上别上了，别来烦我了。我拎着一个大行李箱愣在原地，电话没有被立刻挂断。我隐约听到那边在播报，下一站徐家汇。徐家汇，那不是上海吗？我重新点击那篇演唱会帖子，一看 IP 上海，犹豫半晌，我还是给帖主发去私信。你好同学，我想问一下，跟你合照的这个男生是不是叫李一之？某某大学大一学生。是这样的，李一之是我弟弟，我们俩每个月生活费都只有500块钱。听说这场演唱会门票很贵，他哪来这么多钱看演唱会？对面回复的很快，才500块钱，怎么可能？你弟弟每个月生活费有1万多呢。对面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。李一之每个月光充值游戏都要几千块钱了，衣服几乎没有重样的，出手很大方，还经常请我们吃饭。哦，对了，他上次出国旅游还给班里的同学带了礼物，他自己几乎没有买过生活用品，全都是他妈妈给他提前备好的。阿姨每天晚上都要给他打电话，聊1个多小时都舍不得挂。还有这次我和他演唱会，他爸妈知道了，二话不说就要赶过来照顾他。我的妈啊！我要是李一之，我能高兴死。上哪去找这种神仙父母？我盯着这几行字，半天都没回过神。上大学，我每个月生活费只有500块，连单纯的吃饭都不够，更别提还有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。寝室聚会我也从来不敢参与。我发过传单，在食堂里兼职，还去当家教，结果家长不仅赖账，还反咬一口，说我欺负他们家小孩，闹到学校让我赔钱。我连续吃了几天的酱油拌饭，实在撑不住了，小心翼翼地给我妈发消息，让她再给我转200块钱。我妈冷嘲热讽，500块钱还不够，你想要多少？我直接把棺材本给你算了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你看有哪个男生像你这么娇生惯养，把心思放到学习上才是正事。反正都你成年了，没钱不会去打工吗？家里又管不了你一辈子。你弟弟也是每个月500块，我1分钱都不多给，他从来没跟我伸过手。你呢，比他大了2岁，整天就知道要钱，我欠你的吗？我被说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极力避开室友探究的目光。至于给父母打电话，对我而言更是一种奢侈。看到室友在电话里和爸妈聊天，说不羡慕是假的，可每次我尝试和我妈联系，她总是冷着脸，一句话都不肯和我多说，2分钟不到就急着要挂电话。我一直以为弟弟和我是同样的待遇，我甚至心疼他，担心他在外面过得不好。现在却有人告诉我，我的父母不是不会爱人，他们只是不爱我。我在小旅馆凑合了2天，我爸妈带着李一之回来了。当时是晚上8点多，我妈买了3碗馄饨，没有我的那一份。密码是李一之的生日，他们坐下来准备吃饭时，我爸问我有没有吃东西，
我妈这才不情不愿地问了我一句：“你吃吗？”我摇头。我妈得意地笑了，她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就知道他这种好吃懒做性子，怎么可能舍得饿着自己？肯定背着我们吃了不少好东西，哪能看得上这点牛肉面啊？”我妈打量着我，嘴里不停地数落：“你看你都上大学了，还穿得这么土，畏畏缩缩的，书都白念了，以后肯定也没什么出息，真给我丢脸！你就不能跟你弟弟学学？”旁边的李一枝打扮时髦，那身衣服我只在奢侈店打工时见过，跟我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她翻了个白眼，语气嫌恶：“哥，你能不能别穿这么恶心，跟老妈子一样？我要是你都没脸出去见人。”饭桌上爆发出一阵吭哧吭哧的哄笑，我攥紧拳头，努力平复心情。妈，我想多要一点生活费，每个月给800块钱行不行？我还存有一丝希望，只要我妈愿意给钱，就说明她还是在乎我的。800，你要这么多钱想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和外面不三不四的混混鬼混？李一安，我告诉你，出了事我可不会管你。我没有，500块钱的确不够用，我连饭都吃不起了。你一个男生除了吃饭能花多少钱？你弟弟每个月也是500块，他还能存下来不少，到你这反而还不够用了。怎么，家里就你金贵？我强忍着火气，几乎是吼出来的。10几年前上大学生活费都不止500了，现在物价涨这么厉害，干什么不花钱？500块钱你准备让我荒野求生吗？我每天不是在打工就是在打工的路上，有段时间我饿得天天犯低血糖，涨点生活费就跟要你命一样，300块钱还不够你输一场麻将。我吼完，我妈眼圈直接红了，她站起来骂我：“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见钱眼开的东西，养你还不如养条狗。我饿着你了还是冻着你了？没有我你能长这么大吗？你给我滚，滚出去！不就是涨生活费吗？爸同意了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”不准给！他这种喂不熟的白眼狼根本不配为儿女。从今天起，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他，让他在外面饿死算了，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。易安，你赶紧跟你妈道歉啊！你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服个软！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以前我特别害怕我妈生气，顺着台阶就下来了，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哥，你快道歉啊！哪有你这样跟妈妈说话的？500块钱已经很多了。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你给我闭嘴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每个月生活费都有1万多，我妈把钱全都贴给你了。我妈肉眼可见的慌起来。胡说八道！你们俩的生活费都是一样的，不信你自己看账单。转账记录可以删除，你敢去打印银行流水吗？我妈张了张嘴，没说话。我刷到你们去上海看演唱会了，买得起28000的门票，每个月给我500块钱生活费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那是我的钱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你一个男生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但凡有你弟弟1/10省心，我都不至于这样。说到底还是你自己不争气。他越说越理直气壮，看我的眼神充满怨恨。我真后悔生了你，本来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就够了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要是死在农村就好了，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少了个累赘。我爸使劲咳嗽2声，我妈突然住嘴。继续说啊，这么多年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我出生时父母经济拮据，他们把我送到乡下奶奶家，自己则外出打工。2年后他们又生了我弟弟，同时父母的生意也越来越好，赚了一大笔钱。爸妈很高兴，将弟弟视为小福星。他们换了新房子，把弟弟送进最好的幼儿园，完全忘了还有我这个儿子。直到7岁那年，奶奶去世，我才被接到父母身边。李一枝完美继承了父母长相的所有优点，性格开朗又多才多艺。我站在他旁边，穿着不合身的外套，见了谁都下意识讨好的笑。父母很看不上我这种行为。我没有自己的牙刷，没有自己的碗筷，夜晚就睡在父母房间的地板上。有时候一起出门，别人指着我问这是谁啊，我妈会含糊地说我是他们的外甥。即使后来我考上了重点大学，李一枝不过勉强过了本科线，在我妈心里我还是不如她。我妈甚至哭了，她质问我，你考这么高干什么？存心想让你弟弟难堪是不是？我无力辩驳，我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。所以当我妈动不动和我抱怨这几年钱难挣，家里条件不好，每个月生活费只能给我500块的时候，我信了。我妈说她很公平，我弟每个月也是500块，1分钱都不会多给。我也傻乎乎的信了。信任一旦崩塌，就很难再建立起来。我妈还在嘴硬，难道你眼里只有钱吗？这个家容不下你了是不是？那你就别认我这个妈了，你去认其他人当爹吗？我稀罕你待在家里。我爸把我拉到一边，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，劝我不要和我妈一般见识。我妈还在外面高声嚷嚷，有本事让他滚，我又不缺儿子，他喜欢谁就认人家当吗？我没意见。我低头看了眼手机，今年的亲子约还有3天就到期了。你好，亲子约不用续了，帮我换个爸妈吧。接下来3天，我妈完全忽视了我，她顶着大太阳陪李一枝线下追星，给她换了最新款的手机。洗衣服时故意把我的衬衫扔在地上，做饭也只做李一枝和我爸的那一份。
第3天早上，他们要去海洋馆。出发前，我妈终于开口和我说了第一句话：今年奖学金快发下来了吧？赶紧把钱转给我，别总是这么自私，多想想家里人。我没说谎，反正很快我和他们就没关系了。中午11点，工作人员敲响了我家的门。不是要取消续约吗？需要双方都在场，你父母人呢？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抓紧时间回来，取消亲子续约。李怡安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还拿亲子约来威胁我？我巴不得你不是我儿子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就你屁事最多。我想吃冰淇淋。好好好，易安，你别闹了，亲子约还是正常续，等我们回家再说。工作人员是一位年长的女性，她同情地望着我，安慰了我很久。我们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，我爸妈才拎着大包小包回来。工作人员向他们说明了来意，我爸妈直接傻眼了。我妈气得扔下购物袋，一巴掌甩在我脸上。因为这点小事，你居然要跟我们断绝关系？你就是看不得你弟弟好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祸害？我捂着脸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孩子不懂事，瞎胡闹。我们今年的亲子约还是正常续。我们一向很尊重孩子的意愿，孩子既然不愿意和你们续约，那就有资格取消亲子约，另外再找一对他喜欢的父母。哥，我们可是原装家庭，你宁愿去伺候陌生的老头老太太，把爸妈放在哪传出去，我们家不得被笑死。一枝说的对，我们又没虐待他，他纯粹就是矫情。我不同意取消亲子约。那就先做几个小测试，来评估你们到底是否适合住在一起生活。这些东西里有一件是买给你们大儿子的吗？袋子里装着各种生活用品、手办、明星周边，还有7、8件新衣服。我只不过摸了一下。你别碰，那条裤子是给你弟弟买的，这个键盘是专门给你弟弟用的。你又没电脑，要它干什么？那个手办很贵，你赶紧放下，别磕坏了。喊到最后，我妈自己也觉得面子上过不去。这个是给你的。妈，这明明是我的帽子，凭什么给李嫣？我不同意。工作人员面露鄙夷，我妈的脸当场就绿了。大儿子平时住哪个房间？我就住在这里。狭小的空间里，地下铺着垫子，连张床都没有。头顶的灯接触不良，一闪一闪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。再推开李一枝的房间，温暖又舒适。屋里摆着吉他、电竞椅，书桌上还放着全家福。当然，全家福不包括我。老大从小就皮糙肉厚，住差点也没什么。老二和他不一样。我妈的声音在工作人员的注视中越来越低。行了，看来你们的确不适合在一起生活，还是抓紧时间分开吧。这些都是亲子约到期没续的家庭，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我一眼就从照片里选中一对姓陈的中年夫妻。他们夫妻俩看起来就很面善，而且好像很孤单。这对夫妻人是不错，儿子前几年因为车祸去世了，但他们家的条件不如你现在这个家，你确定了吗？我毫不犹豫地点头。于是工作人员给那对夫妻打电话协商，对方看了我的资料以后也很满意，明天我就能搬过去。第2天早上，那对夫妻开车来接我，我妈一反常态，不仅主动帮我收拾行李，还让我爸和李一枝一起下楼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们要领养的是我的大儿子，他这个人又懒又馋，而且特别自私，什么都做不好，就是一个傻子。你们要倒大霉了。陈阿姨的眼神顿时就变，我妈却浑然不觉，还拉着李一枝炫耀：“这是我的小儿子，长得又帅气又乖巧，还很孝顺，比他那个哥哥强几百倍。”哈哈，你们是不是肠子都要悔青了？刘女士，我总算知道你儿子为什么要跟你断绝关系了。身为一个成年人，还要靠贬低儿女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，可想而知，你在生活中到底是多么失败。刘玉琴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陈叔叔帮我将行李搬进后备箱，车开走时，我看见刘玉琴气得直跺脚，还骂骂咧咧地说我。来到新家，陈阿姨将我领进一间卧室，干净整洁，灯是暖暖的橘色，还在床头摆了一束鲜花。这是我儿子以前的房间，准备得有点仓促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阿姨。还叫阿姨，该改口了。妈，好孩子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，不用害怕。有什么话以后慢慢说。今晚吃鸡翅干锅，老香了，快来。妈，我不想吃芹菜，能不吃吗？我从小就讨厌芹菜那股怪味，但李一枝特别爱吃。不吃就滚，谁惯着？不爱吃就不吃了，不用勉强自己。孩子，有啥需求你尽管提，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眼眶发酸，借着低头吃饭的机会擦掉眼泪。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爱我的。我和新父母相处得很融洽，他们带我出去旅游，给我补烂了10几年的牙齿。我不会穿搭，妈妈就买了一套又一套衣服，还送我去学跆拳道和架子鼓。爸爸告诉我，在外面受了委屈不要隐忍，有他在身后撑腰。我们素昧平生，但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爱和血缘是没有关系的。大4这1年，我忙着实习和考研，还要兼顾毕业论文，压力倍增。但我每个星期都要和妈妈通电话，告诉她我在这边一切都好。这天电话响了，我拿起手机，屏幕上显示妈，我还以为是妈妈打来的，于是就接通了。对面却是刘玉琴的声音，我才想起来，
我忘了删除他们的联系方式。李易安，你爸住院了，你立刻请假回来照顾他。哼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，你还当我是你们家仆人啊？你是残了还是咋了？想照顾自己去。你才出去几天就翻脸不认人了，那是你亲爸，你就有义务伺候他，要不然一人一口唾沫星子能把你淹了。马上给我滚回来！李一之呢？你平时不总是爱夸他孝顺吗？这么关键的时刻他去哪了？该不会又去追星了吧？呵呵，在他心里，你们恐怕连他女神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还在这自欺欺人呢。有空去看看脑子吧。李易安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没有你我们过得更滋润，你就在外面流浪吧。挂断电话，我心情舒畅，连写论文的速度都快了不少。周一，妈妈发信息告诉我，爸爸胃里长了个肿瘤，幸亏是良性的，做完手术才敢告诉我。我马上和老师请假，买了当天的车票赶到医院。我拎着水果和补品进门时，居然看见刘玉琴在照顾她老公。刘玉琴也看到我了，眼睛一亮。哟嘿，不是说不回来吗？你来干什么？别以为随便带点便宜货我就能原谅你，我们可没福消受。你走，我现在看见你就心烦。话虽这么说，可他却十分娴熟的要来拿我手里的袋子。李建明，也就是她老公，脸上笑的全是褶子。我就说嘛，易安心里还是有我这个爸的，快把东西放下。医生让我多喝点骨头汤，有助于恢复。你先回家给我做一锅端来吧。我被他这种理所应当的态度气笑。我不把你当人，你就真不做人是吧？谁是来伺候你的？需要人伺候就去养猪场逛一圈，别挡着我走路。刘玉琴瞪大眼睛看着我在临床坐下，她又开始哇哇大哭，嘴巴说个不停。结果旁边的一个大哥不胜其烦，家里人没了就滚出去哭，医院不是你烧纸的地方。刘玉琴吓得硬是把哭声止住。易阳，他们毕竟是你亲生父母，万一哪天……放心，我永远不可能回去，我只有你们一个爸妈，他们和我无关。闻言，爸妈欣慰地笑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病房又进来一个人。妈，我的钱不够了，再给我6000块钱。一只，我上周刚给你赚了3000，追星也不是这么追的，你起码节制一点。再说你爸，我是大粉，不去现场怎么给我女神撑腰？把钱给我，不给我今晚就去跳江，没钱就别生我。不等刘玉琴说话，李一之直接上手掏她的包，把里面的钱全拿走了。下个月我女神要出新周边，我还要跟朋友出去旅游，记得多给我准备一点钱。刘玉琴一脸痛苦，原来李建明就是为了给李一之抢签名，在现场被狂热的粉丝挤倒了，人太多，又摔在地上被踩了几十脚，骨折了。因为粉丝有多未成年人，对方家长还拒不赔偿。而李一之半个多月只来过一次医院，就是要偶像的签名照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都怪你，看你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，一点都不顾及家里人，以后养老能指望他才见鬼。怪我，他追星的时候你没同意吗？不是你说老大从小跟咱们不亲，已经废了，所以要好好补偿老二吗？一出事你就会撇清关系，我当初就不该嫁给你。他们俩差点在病房里大打出手，被医生严厉制止。易安，以前是吗？不对，你回来把亲子约续上好，别说多要300块钱，就是再给你3000块钱生活费都行。往后泡有意思吗？你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，甩都甩不掉？我有爸妈，不想再看到你。我转身陪父母聊天，刘玉琴捂着脸匆匆向外面走去。不一会儿，我听到卫生间传来压抑的哭声。后来，我获得了优秀毕业生，还顺利考上了研究生。毕业典礼这天，我爸妈喜气洋洋地来到学校，妈妈递给我一大捧鲜花，爸爸则担任摄影师，给我们拍了上百张照片。以后进入社会了也不要怕，爸妈永远支持你，毕业快乐。我去校外办事时，突然看到一个大学门口，刘玉琴正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地说着什么。李建明拽着李一之的头发，把他的脸都扇肿了。刘玉琴哭声震天，抓住校领导的裤头。老师求你再给我家孩子一次机会吧，他下次肯定不敢了。他现在退学，这几年不等于白费了吗？我求求你了。原来李一之挂了20多科，补考也没过，而且还被抓到考试作弊，霸凌同学，影响恶劣，校方对他做退学处理。退学就退学，我还看不上这个野鸡学校呢，正好有时间追我女神，不上学我照样混得好。刘玉琴两眼一翻，晕死在地。一群人乱哄哄地喊着叫救护车。遥遥相望，李建明突然抬头和我对视，他哀求地看着我，想起他从前对我的漠视。李一之私底下处处欺负我，这件事他比我更清楚，可他却为了所谓的家庭和谐，装作若无其事，还总是假惺惺地跳出来充当老好人，指责我不懂事。我胃里顿时一阵恶心，扭头就走。读研究生以后，我很少听到李一之的消息，再看到他的名字，
是当初那个和他去看演唱会的男生给我发私信。哥们儿，你还能联系上李一芝吗？他向我借了8000块钱，已经拖欠1个月没还了。昨天我给他发信息，他把我拉黑了。我点进微博，文娱热搜榜上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某某明星大粉疑似卷款跑路，李一芝凭借大粉的身份，以代购周边、演唱会包场等各种理由发起集资，金额已经达到了100万。而且这段时间，他把身边熟人的钱都借了个遍，拿到钱就立刻拉黑删除。我知道李一芝还有个小号，果然他在小号上欢呼雀跃。哈哈，马上就能见到女神了！我要和女神一辈子在一起，让女神当我媳妇儿。我心里一震，没想到李一芝追星已经走火入魔了，居然偷偷潜入明星家里，不仅偷东西，深夜藏到床底下，还在浴室装了微型摄像头。明星发现了，被吓得半死。姐姐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的，你难道不喜欢我吗？你答应嫁给我吧。对方吓得直打颤，迅速报警，警察赶到现场，再加上之前非法集资的事，李一芝很快被刑拘了，判处7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刘玉琴和李建明知道这个消息，天都塌了，他们连夜从老家赶过来，替李一芝找律师，四处求情。可那些被骗的粉丝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冲刘玉琴扔臭鸡蛋、寄刀片，还往出租屋门上泼油漆。房东忍无可忍，勒令他们限期搬出去。他们为了给李一芝减刑，老家的房子卖了，车也抵押了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判决下来那天，李一芝从被告席上站起来，怨恨地冲刘玉琴怒吼：都是你们的错，如果你们有钱，我至于到处借债吗？我怎么会有你们这种穷鬼爹妈把我拖累了？刘玉琴难以置信地盯着他，这居然是从他疼爱了20多年儿子嘴里说出来的话。他掩面痛哭起来。研究生毕业以后，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，我拼命工作，还开始学做自媒体。攒够了钱，我买了套房子，将爸妈接过来享福。这年除夕，我们一家正在准备营业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我过去一看，李建明和刘玉琴站在门口。几年不见，他们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和普通老人无异。李建明手里拎着好几个大袋子，刘玉琴往我手里塞了个红包，好好的朝我笑。易安，新年快乐！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红包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我心情平静，我挺好的，没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我将红包放回去，刘玉琴急了。易安，你以前不是很想要红包吗？我专门给你准备的，你是不是嫌钱太少了？他指着那几个大袋子。我记得你以前特别喜欢吃零食，每次都吃不够，这里面还有衣服。以前是我不好，只顾着一只，忽视了你，这些你收下好吗？我抬头看了他一眼。是啊，我小时候特别想要红包，过年的时候，李一芝收到的红包2只手都拿不下，他们还会带李一芝去大超市买各种各样的零食和玩具。我望着空空的手心，鼓足勇气对刘玉琴说：妈，我的红包呢？我想哪怕只给我10块钱，我都满足了。那时他是怎么和我说的？他像盯怪物一样瞪了我好几分钟，然后指着鼻子骂：你居然还好意思开口，你怎么不钻钱眼里？真物质，小年纪就不要脸。我愣住了。李一芝和李建明窃窃私语，那种比一个眼神我能记一辈子。零食有很多，但李一芝哪怕吃宁愿把喝不完的饮料倒进厕所，都不会分我一口。他跑过去告状，说我偷吃他的零食。我说我没有。李建明一脚就把我踹翻了，骂我是小偷，永远上不得台面。我拼命反思自己，都是爸妈的孩子，我到底哪点比不上李一芝？我不够聪明，长相不够出众，不够乖巧听话，还是没有李一芝那么嘴甜讨喜。直到我一次次在学业上，在生活中超过李一芝，而父母却仍然不肯关注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一个人不喜欢你，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。他们喜欢的并不是李一芝这个人，而是喜欢能让他们带出去炫耀的资本，喜欢一个绝对符合他们心意的提线木偶。李一芝就是他们虚荣心的一面镜子，照射了他们婴儿卑鄙的内心。难道就因为当时没多给你300块钱的生活费，你就狠心不要我们了吗？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！我很无奈，事到如今，他们居然还以为是那300块钱的问题。树叶不是一天变黄的，人心也不是一天就变凉的。失望攒够了，自然而然也就离开了。把东西拿走，没事别来骚扰我和我爸妈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刘玉琴和李建明不肯动，我一边把他们往外推。易安，门口是谁啊？你怎么还不过来？妈，没事，2个陌生人而已，敲错门了。他们俩的嘴唇哆嗦起来。刘玉琴愣愣地看着我，我趁机砰的一声关上门。那2个老人在雪地里站好几分钟了，一直往咱家的窗户看。我皱眉，和吞了苍蝇一样反胃。不认识，可能找错人了吧。后来，李建明和刘玉琴又找到负责亲子约的工作人员，多次要求和我恢复亲子关系，我全都拒绝了。这天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，一名男生为了追星，逼迫父母去卖血卖肾换钱，父母无力满足他，他就瞎了自己的父母，连夜逃到外地，还是邻居闻到了尸体的臭味才报警处理。虽然犯人打了马赛克，但我还是认出那个人是李一芝。
这次他四罪难逃。妈妈端来一盘水果，好奇地问我在看什么。我笑着对她摇摇头。我遇到了对我很好的亲人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也该放下从前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